巡警意外发现一辆出租车内好像在发生强奸案，于是他们赶紧冲了过去，将行凶的司机给强行拽出来制服了。可车内的女人早已衣衫不整，一看就是遭受了莫大委屈。可受害者凯拉却称司机没有行凶，那警察就要追问强奸犯是谁了。然而凯拉当时喝多了，什么也不记得了，同时大喊我不是受害者，但警察却认为他是。对此凯拉也无语了，接着便急匆匆离开了。可警察却不会放弃，有案子不查那可不是特案组的作风。随后他们查了凯拉的行程记录，找到了他上车的地点，那正是一家高档餐厅的地址，因此推测凯拉可能就是在那喝醉的。而酒保也证实凯拉确实是餐厅的服务员，昨晚这里招待了许多大人物，一直喝到凌晨3点才结束。但警察最关心的是凯拉和谁离开的，不料酒保竟表示，结束后凯拉跟着老板去酒窖了，我们则各自回家了。而老板安德也承认，当时是叫了凯拉来帮忙卸酒的，昨天刚到的货。但警察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不料安德竟讲起了葡萄酒，一看就是在敷衍。于是警察直接明言，我们认为凯拉昨晚在店里遭到了性侵，而你是最后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眼见话已挑明，安德只得承认确实和凯拉发生了关系，但也表示他是自愿的。Yeah, when we found her, it didn't look consensual to us. Are you kidding me? She was begging for it. I banged her up against a crate of Bordeaux. Did you also rip her shirt open? I buy the damn shirts. This wa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we screwed, even. If she's claiming that I raped her, this is some kind of shakedown. 对此警察还真一时无法判断真假。结果凯拉听说后，竟直接冲进了派出所，抱怨他们这是在砸自己的饭碗。但警察想知道真相，于是凯拉只好耐心讲出了经过，声称这是没有什么自愿不自愿的。那晚安德向我靠近，虽然我说了不要，但他没停下来，而且餐饮业就这样。当时那个场景下，我理应让他爽一下，可警察明确那就是强奸。不料凯拉竟不承认，然后就敷衍地感谢了一下，让他们放弃后就离开了。显然他认为饭碗比身体重要。对此检察官也无法起诉，因为没有证人。哪知就在这时，有人突然查到安德居然曾被指控过3次，都发生在过去4年内，前后有3名雇员投诉他性骚扰。于是检察官立即指示去找他们谈谈。结果3人说的情况基本一致，都是面对安德的性质，曾经婉拒过或反抗过。可他毕竟是老板，甚至有人被以升职加薪威胁过，最后都被安德给强奸了。并且变态的是，事后安德还拿走了3人的内裤。可奇怪的是，当时3人都报案了，却没有任何抓捕行动。而3个案子的共通之处就是，全是同一名叫霍奇的检察官接手的，但他3次都拒绝了起诉。于是为了弄清是什么原因，检察官来见了这位同行，而霍奇给出的理由则是3名原告都有各自的问题，他们报案过晚，没做强奸鉴定，嗑药酗酒，之前还都和安德发生过关系，所以他们的话不可信。对此检察官也无可反驳。可这次为了告倒安德，又不得不来说服凯拉出庭指证，检察官则主动提出还有3名受害者，到时他们会出庭支持你的证词，但前提是你得出庭作证。然而凯拉仍不愿意，哪知检察官又立马提到了一件扎心的事，就是安德拿了凯拉的内裤当战利品，而这果然触动了凯拉。接着检察官又从大义出发，同时也拿自己的悲惨遭遇举例，希望他阻止安德继续祸害妇女。最后就这样凯拉被说服了，于是有了他的指证后，第2天警察就把安德给逮捕了。然而世事难料，当检察官正式起诉后，安德律师却抓住那3名证人的漏洞，辩护那3起案子都没有立案，所以不是法定的强奸案，因此他们不能作为证人。而法官赞同了律师的说法，判定3名人证均不得出庭。这下可完了，那凯拉也不会出庭了，这个案子也就这么完了。但本森不死心，他又联想到霍奇当时怎么会拒绝呢？虽然检察官解释人证有问题，可本森不信3起都有，他认为这其中必有蹊跷，毕竟霍奇是位很厉害的检察官。然后本森就劝检察官去深挖一下，结果这一查还真有收获。霍奇和安德不仅是同学，而且还是邻居发小，因此就有了合理怀疑，霍奇是在帮安德免罪。同时也猜测这么看来，安德很可能是个惯犯，肯定还犯过其他案子，但数据库里却没有一起报案，因此想找出来可不容易。可哪知本森竟想出了一个阴招，就是把案情偷偷告诉了媒体。结果第2天2人就登上了头版，并且声称安德已承认曾经犯下3起未被起诉的性侵罪行。而就在几人猜想这会有什么用时，突然一个女人来报案，她表示报纸上的男人性侵了自己。原来这就是登报的作用，可以让更多受害者站出来。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女人说的强奸犯竟是霍奇检察官，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呀。而据女人讲述，那年她才15岁，跟着同学去参加了一个派对，结果等到大家都喝嗨了以后，2个男人将她带到了卧室。Chris pushed me to the floor and got on top of me. He pinned me down, put his hand down my shorts. And the other boy, he was saying things to him. Like what kind of things? Like a cheerleader. Go for it, dude, things like that. And I was screaming, no, no, get off me. But he covered my mouth. Chris pulled down my shorts with his other hand. The other boy came over, I think maybe to give him a condom.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him off me and ran out of the room. 并且这是他谁也没告诉，所以至今也没人知道。但这无疑是送给了警方一份大礼。
随后警察就把霍奇给带了过来，直言你高中时曾试图强奸一个女孩，并说出了她的名字。不料起初霍奇还称不认识，可哪知说着说着就突然停住了，这一看就是想起来了，但他却坚称没碰过那女孩，是安德干的。然而警察也不会放过他，言明你也在现场，意思就是同谋。哪知霍奇却辩解，我当时把安德推开了，否则女孩早就遭毒手了。但警察根本不信，因为受害者指认的是你，可霍奇就是不承认。虽然警察进行了严刑拷问，但霍奇仍是嘴硬。最后警察就激他，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就为受害者挺身而出，意思就是帮忙逮住安德。结果霍奇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Because I'm not gonna let some girl I never laid a hand on destroy my reputation. 而这正中警察的下怀，这下可以看到狗咬狗了。随后霍奇就带好窃听设备，来到了安德的酒店，以不再为他擦屁股为由，诱导安德承认凯拉反抗了。而这些都被警方录了下来，但他们并不急着收网，因为还有高中性侵未遂案。果然，很快霍奇就提到了这件事，不料事情并未按他想的进行。Girl, you practically raped. That was you, man. No. At the fancy townhouse. Yeah, we got her drunk on tequila shots and you tried to rip her pants off.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had to pull you off of her. No. Bro, you were the one who was into that girl. What are you, crazy? You're thinking of some other girl we did at some other party. 这下好了，反而成了安德指证他了。而听到这些后，俩人的犯罪证据也都有了。紧接着警察就收网了，不仅重新逮捕了安德，霍奇也没跑了。这下他可再无法狡辩了。至此，这起涉及职场霸权、司法包庇的性侵案终于圆满落下了帷幕。